都坐下。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对不起拼死救我的朋友。 也救不了你们。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早在破城之日，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可是今日不同，仗打完了，这辈子的仗打完了，日后。 谁都不许再碰刀剑，洗尽手脚，刮掉头发，回家去吧。做工的接着做工，种田的就好好种田。土地刨荒了，需要深耕一下，撒下种子。 活到明年，你要相信，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如若不信，你便这般对他。将军！ 九帅有令，大队向西30里，剃头、洁面、领录影发路费，各自返乡。是，属下早就预备好了。白家妹子，你若难受，就哭出来。我不哭，我早就知道。 会有这一天。求人得人，我替他高兴。
他这条命换了大家伙活下来，这样的慈悲，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来人，抬走！你们干嘛？你们要带他去哪？你们要带他去哪？他们会送葬他的。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开他，你要带他去哪？他们要的只是他的脑袋，他们只是杀人。你们要带他去哪？你们要带他去哪？你放开！没事儿。爹，我可算是见到您了，爹。傻孩子，你哭什么呀？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是，我在哪儿啊？你不认得了？这山上都是咱们家的茶园，我常常在这里喝茶。你答应我要陪我下棋，棋子还没摆上你就睡过去了。我睡了很久吗？一炷香的功夫吧。怎么了？梦见什么了？我梦见忽然之间兵荒马乱，我被抓到了贼子的军营里。我梦见古大哥回来了，他到营里救我。我梦到，真的是你，我日日向他求，我梦到，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被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我把心交给了一个将军。你们所有人都生我的气。后来他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我还怀了他的孩子。爹，这一切都是梦，对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梦，吓死我了！我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爹，我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好孩子。那我问你，如果那个将军再来，你还是会跟他走吧？虽说是做梦，动的也是真心。
孩子，爹不会生你气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这一世平安，我的愿就满了。顾大哥，大夫怎么说？什么时候能醒？先生说他不肯醒。不肯醒，不肯醒是福气啊！我就没这福气了。以后你照顾他，多跟他说说话。我说什么？你告诉他，他还怀着李成的骨血，以后还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没资格死。我就这么说。不然呢？我都死了好多回了，我照样也爬回来了。你说把这艘船买下来要多少钱？这我哪知道？洋人就是因为有了它，才在我们的江面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商人呢，还在窝里斗，斗得还不亦乐乎，真是无趣。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那安抚使要是不想当，你让给我当2天呗。给你个店你都看不好，还安抚使呢？你看我自从当了这个官以后，有好受过1天吗？一会儿上了岸，咱们先去拜访海关总管赫德。你干嘛？这口比我还正。我们赫德大人受朝廷恩宠，主管我大清海关。他的儿子考科举都有功名的，那八股文写的，主考官都拍案叫绝呀。你说那猴崽子真是个举人，看他考下一场了。吴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赫德大人，我想请您约祥和洋行的理查德先生出来，我想认识他一下。你认识他干什么？此次合肥大捷，安徽今年茶叶丰收，地方上都等着这笔钱呢。茶农要支持家用，官府要慰藉流亡，朝廷上也希望地方尽快的恢复元气。
可是这理查德先生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收啊，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买卖这个事儿，本就是双方自愿的。理查德是个商人，他隶属东印度公司，他若不买，你也不能拿帽子举压他呀。那我总不能原路回去吧？这样，无论如何，请您约他出来。要是谈不下来，算我无能。你今儿还真来巧了，他正在我后花园喝茶。不过，我要告诉你啊，这人你可得罪不起。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Ladi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If you'll excuse us. Ladies.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理查德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1两都不收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金市的李万滩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啊！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清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结论。还有。 你不要找其他洋商谈。大清律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Oh my God！ 信不信我跟您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哎呀，托了船长问你有何贵感？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请坐。哎，我来。您尝尝，古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啊，开杯。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 How are you? 你好吗？我好啊。He's great.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印度的事儿。哎呀，谢谢，不送。
好坐好坐。陆安盐行的张先生，在呢在呢，见过见过。我们家老爷有请。哎，李老爷，来了，兄弟。坐。李老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直说吧。哎，这家盐田啊，我们家传了3代了。我听说啊，您要大量收购盐田，我带着地契就赶过来的。只是，我要这么着就把它给卖了。哎，对不起老祖宗啊！哼。哎呀，都人家祖产，天理难容啊。这张盐田的地契对我来说可要可不要。如果我不买的话，兄弟，你还回得去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身衣服是刚从当铺里赎回来的吧？江南有390多家盐户，我既然要做盐的生意，不能不留心呐。得罪勿怪。不瞒您说，现在日子是有些难熬。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开个盐店，可以维持生计。名义上这家盐店是李家的，有了利润，咱们28分成。货我给你提供，这张地契你就拿回去吧。李老爷，你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让我们全家都能活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带他下去，把钱和盐引子交接一下。哎，走吧。哎。爹，我刚才都等你好久了。1、2个时辰嫌久了。我不是等不了，我都等了20多年了。有怨气。那说说吧，这20多年你在等什么？我等一个机会，我等您对我的信任。您看我刚来这儿几天，我席子都没坐热，您又来了。姓胡的那个老狐狸什么时候交白旗？快了，我按照您的安排，给他3天时间。3天，你怎么知道就快了？他无路可走了呀。可我听他跟茶商说，要是熬不住了，可以把茶叶卖给他，他会按照往年的价格全部收回来。那是他痴人说梦啊！他怕我们分化他的势力，死大临头还嘴硬呢。这个老家伙掌管一省的茶叶大半辈子，他会害怕你这个毛头小子？他囤茶叶是想跟我们斗一斗。他拿什么跟咱们斗？我们大不了不买他的货，让他抱着那些陈茶哭去吧。哎，别对这儿啊！这怎么进门啊？哎，武先生有带回什么消息来吗？还往这儿堆呀？啊，库房里没地儿了吗？去吧。二姐，库房都满了，满了。对呀。哎，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这么等下去可真不是事儿啊！附近的茶商都知道您有办法，那是源源不断的往这儿送茶，咱柜上的银子呀流出去跟水似的，也不见个回头。茶叶是一天比一天老，这春茶它一天一个价，不懂怎么办？那现在走到天底下都一个价，那就是李万堂的价，你说我认还是不认？不是，那李百万为什么记恨咱们？那您心里没数啊？那不还是因为那个姓古的大爷搅人家局啊？要依我说呀，您就低低头，跟李万堂他求个情。安徽一省的茶商小命都攥在你手里呢。不是，老太爷，有请帖。
生什么请？没空。京城来的客人，京城的，来。老太爷，这李万堂亲自请您啊，这可是个台阶，好歹是个面子。你要是不去，不合适啊。我要是去，也是为了茶商会。那是。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See you again, my friend。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喝了一通黑苦水儿，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回去干什么？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朝廷已经把置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不可能，踩着风火轮也不可能嘛。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3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1天1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1天1夜，就按原话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啊？不行，时机未到啊。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那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我让你盯着姓古的那小子，他现在人呢？我也不知道，不清楚。老爷，留下来了。这么快？他答应先把地契压在这儿。这一家人天天抽大烟，我看也压不了3天，又要面子又受罪，何苦呢？今天晚上是不是跟胡老太爷有个饭局？是，老爷。你去跟门外那些人讲，让他们先回去，明天再来。哎，等会儿，爹，当时这边的事您答应交给我来做的，我今儿铁鸟刚来，您又来搅场。今儿这晚饭您要是吃，我回京师了，我撒手不管了。你去吧。生气了？我把他伤口里的铁砂挖出来，你得按住他。好。不让你按住，你干什么？这样他伤口里的铁砂越陷越深，我挖不出来，难道你挖？来，过来。好。
帮你把剑拔出来。别拔，拔了就死。要去其剑尾，慢慢把箭头推出来，再用羊肠线缝上。 你流血太多，不能喝太多水，吸一下生气。你看，好多了，看起来气色确实好多了。是啊，哎，你可真行啊！我看应该是没事了。将军接下来得吃好吃的，把身体给补起来。差不多，个把月差不多了。 你干什么呢？那主将看这个跟眼珠子似的，你就这么写呀？命都没了，还要什么眼珠子？按这个方子抓药，1天一服，3天退烧，心肺也就护住了。走。他们，你们没杀人吧？你把我们当什么了？那手无寸铁的娘们儿，还用得着我们动手？放心吧，一个没动。 干什么呀？我也回去了。你不能走，啥时候拔了剑，活蹦乱跳了，你这条命才算留下来。看好了。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跟我爹学的。等我好了，会重重赏你们的。说说你爹吧，他是个怎样的人？我爹是个读书人，没考上功名。他说：“不为名相，便为名医。”后来就不考了，到山下当孩子王，开了间书馆，教孩子读书，也学了医术。让你爹别教书了，
什么孔夫子、孟夫子，学了也没用。来我军中当个郎中算了。你读过书吗？读过书明白道理的人不会这么做。要不是你们打仗，我们茶叶卖不出去，东西运不进来，男人生怕被抓丁，茶林被烧了，全村的人哭了1天1夜，我们见血流尽。喝药，摆在那儿吧。你不喝药，他们不会放我们离开的。疼。好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一梅。没心没肺。发生大爆炸了！大家没事？发生什么事了？来人！一梅，来，帮我解开。将军，长流坊的炮子炸了！将军！不要！把刀收了。将军，起来说话吧。你还没死啊？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那炮子儿是你点的，狗脑子还挺聪明。哎，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我们之间有婚约。哦，你私自闯我军营，本该死罪，可是看在白小姐的面子上，放你走了。走。哎，我要走，我自己早走了。我来是要把那些抓住的人都带走。将军直接杀了算了，别跟他废话。好，我与你接着谈生意。除了那些麻绳，我还能提供给你桐油。桐油多少？整个惠州城搜罗下来，少说也有几千桶吧。我卖你麻绳和桐油，你把那些女人全部放了。你当真不是探子？我是不是探子已经不重要了，只要麻绳和桐油是真的不就好了？言之有理。好，钱呢，我1分不会少给你。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不过，你跟我做生意，若是朝廷怪罪下来说你通敌怎么办？无妨。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这笔买卖很值。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你莫不是个傻子吧？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有的时候人命也是成本。我可以信守承诺，我希望将军你也会。他们与你非亲非故，值吗？值不值你说了不算，我觉得才算。顾大哥，好，把这姓顾的放了，把那些女人一并放了，啊，除了白小姐。是。李成，白东，李成，我的意思是所有女人，包括白一梅。顾大哥，李成，顾大哥，你儿无信，你李成。待我伤势痊愈，自会放你回去。
先生，玉梅她，在军营替人疗伤，要过几日才能把她接回来。媳妇儿啊，媳妇儿，这。吓死我了！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一定会护她周全。您不用太过于伤心。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呐！我要是死了就好了，我要是死了就好了。哥，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看我后来我壮着胆子我回军营去找你，你看把我给打的。哎，哥，你千万别跟娘说咱俩吵架了啊！你要不你打我吧，你看我还不还手？你别烦我好不好？外面嚷嚷什么？是老大回来了吗？别跟娘说我去哪儿了。娘，我回来了。娘，我回来了。娘，老大，你总算回来了，你真的担心死我了。老二说你这几天跑到城里去做生意了，我说你刚回来，你胃子还没捂热呢，哪来的生意可做啊？哦，我城里有个朋友，让我进一点麻绳啊、桐油什么的，我就想着赚到了钱，把咱们家房子也翻修一下。这兵荒马乱的，难为你有好朋友，是谁呀？你让他到家里来坐一坐啊？姓李，叫李成，那个广西人，也是刚来安徽的。他这人挺好客，所以多留了我几日。你在胡磨你！帮朋友的忙不能收钱，咱心要放正了。没哄你，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也没拿他什么钱。我儿子要过上好日子了，我们这个家要兴旺起来了。娘，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啊，现在全村的女人都放回来了，但是一梅呢要多留在城里几日，她要给人治病，等她一回来，我就让她过来给您磕头。那你赶紧去告诉白先生啊！娘，我们跟白先生说过了。这几年，这个孩子跑我们家是最勤的。你看我身上的大褂，还有老二的鞋子都是他拿的。你要好好待他啊，不然我不答应。你说的哪儿话呀？我也不敢呢。您喝口水吧。对，娘，下午我和我哥还得出去一趟，我们订了200棵茶苗，得拉回来。哦，对了，时间不等人，拉回来了就得马上种上，争取在清明之前再收他一场。想想我真的老了，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孩子，一转眼2个人就是大小伙子了。你就记着那个样吧，反正到什么时候，我跟老二在你面前都是孩子。这是刀和针，用之前浇上酒擦干净，用火烧一烧，好长时间不使了。哎呀，
我这个手啊，有时候抖得厉害，也用不得了。这些瓷瓶里的药啊，医美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缺什么？你告诉我，我去寻。有师弟子，夫妻老。你又不是没弟子的人，放心。你呀，就是变着法儿哄我。虽有家弟子，奈何无农桑啊！老师是个没用的人。陶渊明说：“误入尘网中，一去30年。”谁说非得做官才能有成就啊？有些老话得改改了。等把医美接回来以后，我打算好好的整顿茶园。下午刚和老二买了些茶苗回来。这天底下，甭管谁打仗，总得有人喝茶吧？您就等好吧。我倒有个炒茶的老朋友，在对面山上中和村住，姓廖，你们可以去请他。早些年他来炒茶，你娘可评问也见过。好啊，我正想学炒茶呢，可以拜个师。廖老头脾气倔得很，我不盯着，怕是他都不教你。说起来这几年战乱，老廖也好久没来炒茶了。也罢，他要是不教你啊，我就拿这个拐棍啊打他这个屁股。忍得住吗？疼得很。早就该拔出来了。这儿得用药，先把皮肉咬掉，往往试试一把，血分出来，人就没救了。来，拔。我下手拔了，你要不要找个东西咬上？我连疼都怕，我还怎么带兵打仗？拔！老黄，是司令，我已经跟手下人交代过，不管怎么样，都会送你回去。你摸到天亮之前，伤口不再炸开就没事了。头回觉得喘气儿还能这么舒服。喘气本来就舒服，吃饭、晒太阳、喝茶都很舒服。我真是不明白，老天爷造了人，又在地上长了庄稼，长了果子，让人解饿，又长出棉花，给人取暖。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你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哪里懂得这些？我不是小姐，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我爹是个书生，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在我出生的地方，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男孩长到6、7岁，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面，我2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
最小的才4岁。我娘是借了高利贷，才勉强买了2口狗碰头的棺材，他们给埋了。什么是狗碰头？棺材板要是厚，那倒还好。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埋的也浅，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野狗循着味儿过来，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拖住里边的尸首，胡思乱吹，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我和我那2个哥哥拼了命的干，拼了命的干，也还不上他高利贷。什么是高利贷？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便引着我那2个哥哥抱着炸药去炸山，他俩躲闪不及，被炸死了。我娘心灰意冷，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让我睡着，投河自尽。之后我便跟了义军，老兄弟们告诉我，这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所以我发誓要杀尽这世间的恶人。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他们跟你也没仇啊。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好，我以后不再说了，你别生气。沈哥那摊子就不好办了。这次委屈你了，回去的时候我会重重赏你的。有什么委屈的？你以后还是要上战场，还是会这样下来。我是个当兵的，打仗就是我的命。再说了，死了也好，死了就能见着我的爹娘和兄弟，好想他们。一梅，顾大哥，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哎，你爹怎么说？他让你尽早回去。你还好吧？哎，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我真想干什么，何必藏在身上呢？还副将呢，胆子那么小。说谁胆子小了？你再说一遍来。行了，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让他上前说话。上前说话。将军，那麻绳和桐油我知道了。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桐油，6车麻绳。是，徽州城里的桐油都给我买光了。言而有信，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我想带着一梅先走了。该送他回去的时候，我自然会送他，无需多言。你守信用，我也守信用。我不是信不过你啊，我只是觉得，仗一打起来，你怕连自身都难保吧？把他拖出去。是啊，出去。哎，出去，出去。去，把药给我。将军。哎呀，单说无妨，他个木头脑袋，什么都听不懂。将军，其实这几天
外面的其他营的兄弟们也一直问咱们什么时候罢休。哎，有什么好问的？上方的命令是让我们在这等船把人运过来，我现在船影子还没见着呢。可外面都说咱们的水师被朝廷给击退了。胡说！将军，啊，你这话听谁说的？这我逃回来的老兄弟们说的呀，说咱们水师反水了。这不是传闻，是真的。你看这风声传得多快啊！将军，咱们是不是成孤军了呀？这兄弟们都说咱们早就应该去围合肥，待在这个鬼地方，还不被人一口给吃了。把地图拿来。是。谁在我地图上写字了？祁门安庆一事，长江上游洞开，现在往南，朝廷的军队就在那儿等着。你们但凡存一点后退的心，全军覆没，如何交代？那就打合肥。对呀，将军，打合肥吧，打合肥吧！打合肥上面没有派遣我们，让我们守在这儿，是给攻城部队缓解压力的。我们要是撤走了，朝廷的军队席卷，一下子把包围合肥城的义军反包了饺子，这个罪过谁来顶？我来顶。你顶？你有几个脑袋？将军，水师不会来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人家马队来了，一个冲锋就把我们全都赶到长江里喂王八了。我们还不如去合肥加把火，攻下城来，大家发财。那要是打不下合肥呢？打不下来，要么扒了这身皮，要么换身皮。老子砍了你！将军，早就命啊！将军，我早就不想活了！我从我2个弟弟死了之后，我早就不想活了！来呀，砍了我呀！水师的事情我还在查。倘若水师真的败了，我即刻拔营。可在此之前，你们谁要是再蛊惑军心，老子一定砍了他！我知道，仗打到今天，大家伙心里都憋屈。可是做人都不肯活，做狗你们就舒服了吗？若是只为吃一口饱饭，你们何苦加入义军？何苦提着脑袋打仗？刚才说那些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倒退一下吧。吓着你吧，打仗就是这样，要糊了。
先生，你不要担心了。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一梅她吉人自有天佑，平日里这么善良，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她的。你不能再去了。老虎和饿狼是不讲理的。今天不是你，他们不是改了本性，是你走运。我一个女儿搭进去了，你若再搭进去，我怕我是活不下去了。先生啊，别瞎想了。这天下的事儿，再大也大不过理去。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还能怎么样？这个理儿啊，是人和人讲，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啊？你看虎啊、狼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人呢，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连畜生都不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梅被抓走了，无非有几种情况。第一，完好无损送回来，这当然是上上仙、诸天菩萨保佑。第三，最坏的一种情况，尸体回来了，或者是连尸体都找不到。哎呀，我也很快就随他去了。可我怕这个第二。